婚，天真认真纯真，能加成真，成分加分缘分，离离分分，职场应长似长，快要牺牲。东一南北大眼神东做热身运动，准备跑这婚姻的马拉松。快不要等，慢不要冲，先一脚停后一脚，你还要冲。结婚离婚不婚，搞得头昏，天真认真纯真，能加成真，成分加分缘分，离离分分，职场应成死撑，快要牺牲。快一步你要等，慢一步还死撑，前一脚你要停，后一脚你要冲，早一点你要猛，晚一点你要疯，近一点你要怂，慢一点成功。沈老师，我回来了。你能不能不这样啊你？哎妈，你在干嘛呢？不是给你爸做一个他退休之后的健身计划。哎呦，走，帮你妈出点主意。好嘞，我就是觉得缺点什么？你看看这，我看看啊，这一项一项的这。杠铃五组，站姿哑铃。妈，你嫌我爸运动量不够啊？你也不会把他累着。不是，你这放眼望去，像我爸这么大岁数小老头，有几个像他这么壮实的呀？就这点就够了。你没看你爸这些年坐办公室坐的，这血糖、血脂、血压直线上升，这三高高的都快成了3大男高音了。哎，妈，真不是我拍你马屁啊！我爸能娶着你，那可真得没事偷着乐上好几回呢。你也这么看啊？那必须的。你还真没拍马屁，你妈妈我也是这么见人的。妈，你当初为什么嫁给我爸呀？聊聊呗。什么为什么呀？不是这，只要觉得这两个人的文化水平啊、政治觉悟相当，有共同语言。最关键的一点，当时你爸他在部队工作。哎呀，那个年代要是能嫁一解放军，那是多光荣的一件事儿啊！就这么简单，你就把自己给卖了？这怎么说话呢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们那会儿可不像你们现在年轻人这样啊，什么情啊爱的。那个时候我们注重的是对方的人品、工作，这个只要两人对上眼，就嫁了。啊，我还以为在那时候结婚是件多么了不得的大事呢。这当然是大事儿了。这结婚就是和一个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陌生人组织家庭，生活一辈子。你说这么重要的决定，那能马虎吗？哎，妈妈还告诉你啊，那个时候你外公啊，为了考察这个女婿，还专门托人到你爸爸的部队，把他的档案逐一核实。这事儿你爸到现在都还不知道呢。那时候你们就流行调查取证了？那是必须的，就是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？男怕入错行，女怕嫁错郎。你看你姐就是活生生的例子。你说我们就没做这些调查，你看你姐，我姐那是太软弱，这要换成我能那么轻易放过他们老刘家吗？哎呦喂，行了吧你？你也老大不小的了，你也把自己那点事给弄明白吧哈，正正经经的谈个恋爱行吗？我哪次恋爱不正经了？有吗？当然了，我可没看出来。你说你每回带一男朋友回来，我连他的名字都还没记住呢，这下回换人了。哎，我说江天晴同学啊，你是不是在考验你妈妈的智商啊？啊？妈，别人这么说也就算了，你怎么也这么说呀？别人？谁呀？
是谁这么说了？谁这么议论了？是不是啊？没说，没说。看看你，我是怎么教育你的？你这孩子，这女孩子的名誉比生命都重要，你知道吗？这名誉给损坏了，那你以后你还怎么做？你坐表，我洗澡去了。我说你这孩子，我不让你帮我出主意了，你这。说吧，怎么办呢？什么怎么办啊？姐。哎呦，结就结吧，也不是什么坏事儿。你看这江天晴今天被我一试，就试出他对你的真感情了吧？我今天也觉得挺意外的，这小丫头片子，平时看起来挺不着调的，其实她这个人还挺实诚。我呀，今天我故意的跟她说，我只调查出她8个前男友，你猜她怎么着？老老实实的把差的那个给补上了。现在啊，像这么诚实的姑娘确实不多了。是不多了，太不多了。她的诚实换来的是你的弥天大谎。姐，我怎么跟人解释？我能解释清楚了吗？还？谁让你现在解释了？知道什么叫考验吗？我对他的考验还远远没有结束。考什么验呢？你还考验呢？人家都答应跟我结婚了，好吗？你怎么知道他跟你说的就是真话呀？说不定他是想先稳定稳定你的情绪，再说不定他是一时脑热。反正啊，你们一天没有去民政局领证盖章，这个事情就不能算。好，那你想过吗？如果有一天我们2个去民政局领个证，啪盖了章之后怎么办呢？到那个时候你跟人说，当初这个只是对你小小的考验，要你信吗？你信吗？我当然不信了。但江天晴会信。他为什么会信呢？因为今天我把一堆他的资料放在他面前的时候，他非但没生气，反而跟个没事人一样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什么呀？说明这个姑娘啊，心够大。姐，你真不能这样，你欺负老实人是犯法的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欺负他，是为了你们俩以后能幸福。退几步说，就先瞒着呗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哎呦，姐呀，你退多少步，它也是有影响啊！你这叫谎言，你知道吗？迟早会被人拆穿的。主动承认那叫悔过自新，被人识破那叫阴谋败露，性质是不一样的。别一口一个谎言的，我刚刚不是跟你说了吗？这叫善意的考验。再说了，这谎言说了千百遍，说不定就成真理了呢。能成什么真理呀？你就找1万个人、1亿个人，证明咱爸是美国富豪，咱爸也不能像孙悟空一样摇身一变变出个绿卡出来吧？他不还是在四川买担担买凉粉噻？这就不知道了吧？这才是你姐姐的高明之处，这是双重考验。双重考验。你想啊，如果说江天晴跟你结婚这事儿，他只是说说而已，那咱就没必要告诉他这个事情的真相了。如果他跟你结婚以后，知道事情真相后，选择离开你，说明他当初跟你结婚的动机是不纯的。这样的人，早发现，早摆脱，早超生。行。当然了，有一种最好的结果，就是他知道真相以后，还选择跟你在一起，那不是皆大欢喜了吗？说明他看上的是你这个人，而不是咱父母的美国身份。行，绕死我了！我就根本就不跟你在一个思路上。你不跟我在一个思路上不要紧，我问你，这么多年来，你姐姐有没有害过你？没有。那不就完了吗？信你姐得永生。哎呦，可得永生呢？这不一样，姐，这完全是不一样。这有什么不一样的？就这么定了。江天晴啊，你说咱们这个家庭就一个国家干部，你就不能给我让个地儿坐下啊？这酒味熏死人了，喝多少呀你？
江科长，最近喝的有点勤啊，注意点。老沈啊，没有办法啊，没有办法。我今天晚上才体会到什么是人缘好，什么是德高望重。全局上下听说我老姜要退休了，争着抢着安排饭局请我吃饭，啊，你说我是个领导吧，得搞好群众关系吧？你去了这家，不去那家，你今后要得罪人的呀，没有办法，一碗水得给他端平啊。一碗水端平哈，你就天天这么喝下去吧，喝到你退休那天啊，直接进医院得了。哎，咱不说别的，你们就猜今天晚上谁请我吃的饭？哟，行了，赶紧说吧，再不说得憋死你。那我就直说，有好几个科啊，这个科那个，我最后选的是老干部科的赵科长。关键是，吃饭之前，小崔赶过来了。小崔，你又来了，小崔的，人家是崔局长，和你差着好几个级别呢。这小崔是你叫的吗？你一个副科长，全面主持工作，相当于正科长。天晴啊，你妈妈从退休以后，这个记忆力啊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。你崔叔叔原来就是我们班的一个小战士，不管什么场合都是老班长、老班长、老班长。当然了，对我这么有面子，我也很讲究的。在正式场合下，我也叫他崔局啊。但是我叫的时候，看，崔局啊，看手势，看手势，不光一个手势，这是气势。这个气势就告诉他，崔局啊，我永远是你的老班长。呦喂，江科长真是太有气势了，有气势啊，有气势。爸，咱这气势是得有，这身体也得顾啊。我妈让你少喝点，你注意点。我先回房间啊。等等，天晴，坐这儿，马上就说到你了。说什么呀？老沈啊，今天晚上这个酒喝得痛快啊！这个酒过3巡之后啊，大家都高兴。这个小崔呢，突然就给我说了这么一个事，他说他有一个外甥，刚提了一个副科长，级别和我一样，但是资历不如我。我觉得这个孩子是前途无量。真的？见着人了没？今年多大了？他说是29，人是我见过，仪表堂堂，对我很是尊重啊，拿我当干部。他和现在很多这个年轻人不一样，条件不错哈。结婚了没有啊？这是最重要的呀，不但没结婚，甚至连女朋友都没有。坐这儿，去哪儿啊？坐这儿。继续。这个小崔说完这个事儿以后，我就总觉得他在暗示我。暗示你什么呀？你忘了，小崔没当局长前，看上咱们家天蓝了，非要把天蓝嫁给他儿子，天蓝就是死活不同意。哦，对，哎，那孩子条件挺好的呀。当初天蓝不是没看上人家吗？当初他就一脑子浆糊，眼里只有刘展鹏。你说这本来都是说好的事了，他一下给我弄成这样，让我现在见到人家小崔，我脸上就臊得慌。当初你就没跟我姐商量，你就决定了，你这跟过去版本婚姻有什么不一样啊？你怎么跟你爸说话呢？我这都是经过调查研究的。老师，你信不信啊？天蓝要是嫁到小崔家，肯定比现在过得好啊！哎呀，行了，这话这打住啊！过去多少年的事儿了，那崔局长后来不是也没说什么吗？你别在我面前叫他崔局长，小崔。说，接着说。哎呦，人家不提是人家不提，我这心里总觉得欠人家的。你说我怎么办呢？我就
我突然想啊，你这么好的条件，我就把咱们家天晴的条件啊，我就给他说了。小崔一听，高兴的不得了，说老班长，这个事咱两家就定了，定了。我说好。爸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就因为你觉得欠人家了，你就拿我去还呀？你给我说什么呢？啊，你妈虽然是个退休的教师，但是我是一个国家的干部。你爸爸做事还是有分寸的，闺女，我这是为你好。你别逗了，你跟我商量了吗？啊，我怎么觉得是你把我卖了，还卖一好价钱呢？哎呀，天晴怎么是跟你爸说话呢？坐下，坐下啊！接说啊，说哪儿了？说哪儿了？啊，我是个房管科的副科长。你管这几百号人，你分房子哪个不找我啊？啊，在处理小事大事我是有度的。我不是说让他们两个见个面，就马上结婚。我那个心里就是让天晴啊，先见面，对眼儿，合适不合适？你不是也老说我吗？说这个包办婚姻是犯法的，是不是？是，我不是怕像上回天蓝那样跟人家酒这一喝高了，一高兴了，这什么都答应人家，这最后咱不是尴尬了？是啊，吃一堑长一智啊。你说今天这个事儿要是在，我那个脸往哪儿放啊？蒋科长，今天这顿酒喝的非常有意义，太有意义了。那是有意义啊。天晴啊，要不我不去，你说什么？我就不去。哎呀，这不就是见个面吗？有什么呀？哎，就当交一个朋友。要是你真的不喜欢人家，看不上人家，那我和你爸也不会勉强你，是吧？对，天强，你就去见见崔叔叔那个外甥。你说你就真不去，我在你崔叔叔面前，这个手势就得从这儿到这儿。你爱到哪儿到哪儿，我就不去。老沈，江天晴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没有正当的理由，你这个抗议就被我们两个驳回。驳回。好，我就给你们个理由。我江天晴已经决定结婚了，什么相亲不相亲的，我绝对不会去的。这理由够正当了吧？哎呦，你结什么婚啊？你今天是发婚啊，闺女。我是高兴是高兴，我发现你今天是不是真的有点喝多了呀？啊？高兴。是屋顶要掉还是房子要塌呀？你非让我搬个梯子过来。哎呀，我这做了新鲜的豆包，叫你来吃早餐呢。快放下。什么？啊？做了豆包叫你来吃。不是这你，就吃个豆包，你还让我大老远扛个梯子来啊？没有，那不是那灯坏了吗？给我换了。啊，就这个。不是，你说你这一灯，你让展鹏干就行了吗？顶不济你让那老林头来。我就让你换个灯泡啊，怎么那么多废话？哎呦，你可真是。哎，展鹏，粥熬好了，喝一碗粥再走啊。不喝。哎，不是，他不在这儿吗？你还让我干？你干怎么了？他从小有恐高症，你不知道啊？稍微爬高一点就恶心。再有一个，他最近忙，情绪也不好。他情绪怎么又不好了？你先把灯换了，换了我再告诉你。快点！你就欺负我们老周这人多是吧？欺负你还不行吗？什么？失恋了？这什么时候恋上了？这么快就失了？展鹏效率够高的。行了，你别瞎说，这够烦的了。为一女的就把自个儿弄成那样，出息。
你要干嘛？侄女像姑，外甥像舅。哎，就你这当小舅的，就没给他立一点好。这什么你这都能扯到我身上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告诉你啊，周大海，那林云凤，你要实在看不上，就算了啊。你要是跟那什么天晴啊、天黑的，随便吧，我不管了。哎呀，这都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，别老胡说八道啊！谁胡说八道了？反正我告诉你，你就赶快的找一个啊，随便什么样的弄一个得了啊，要不然你既对不起你们老刘家，也对不起我们老周家。现在的情况是，你们老刘家出现急事儿了、大事儿了，你们家展鹏失恋了，你少管我吧你！哎，我当然管了。哎，我就想去看一下那杜米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，能把我们家刘展鹏迷成那样。伤口遮住了，特别帅。你怎么一个人来了？茉莉呢？找他干嘛呀？我跟她道个歉。早干嘛去了？别说那些没用的。人呢？走了。走了？去哪儿了？夏令营啊。去夏令营，你不跟我说一声？跟你说有什么用啊？什么叫有什么用啊？我是他爸。有你这么当爸的吗？当着孩子的面动手打人，你得给他留下什么心理阴影啊？你以为我愿意啊？但那种小流氓，你说是不是谁见了谁都想抽他？哎，对了，昨天茉莉为什么要护着他啊？哼，小孩子是最公平的，谁对他好，他对谁好。这个问题你问我，不如问问你自己吧。哼，江天蓝，我跟你说，你别走。你说你们俩到底有什么关系？你们俩是不是有一腿？好几腿呢。哎呦，哎呦。只是在远远的看了你。干嘛呀，姐？怎么又和上面了？中午包饺子。哟，哎，那个豆沙包还有没有啊？有，在锅里呢。那我再带回去几个给二奎啊。那是我给人茉莉包的，馅儿我昨天就打好了。可巧了，今儿去夏令营了，便宜了你这些蹭吃蹭喝的。不是，什么叫便宜我们了啊？那我没贡献啊？要不是我的英明决断，你能随时随地见到茉莉吗？哎，什么又成了你的英明决断了？那不是那事儿跟你没关系，都是我们家展鹏一个人的主意嘛。没有我，展鹏能想到那主意？随时随地呢，我答应江天蓝了，他在的时候我不过去。不是姐，我没听错吧？啊，这么苛刻的条件你能答应他？你还是我姐吗？挤得我呢，啊？那我答应怎么着啊？我合着不能把江天蓝逼急了，他把茉莉带走，我看不见吧？你不知道江天蓝多阴险啊！只要我不高兴的事情，他肯定要干。哼，我明白，小不忍则乱大谋，绝对不会上当的。不是，好歹你们也是婆媳一场啊！你干嘛呀？你就是再也不待见他啊，他也给你生了一大胖孙女吧？哎，要不你凭什么去跟你们楼下那些家庭妇女那吹牛去啊？我孙女啊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啊！奥运会独唱算什么？那是我不让她去，我怕孩子排练太累了啊，回来那么高的摔着，结果这摔着了吧？啊，行了吧，我什么时候吹牛了啊？你说实话，我们家茉莉她是不是很优秀？那都是继承了我们老刘家的优秀基因。老周家，老刘家。要不是江天蓝拖后腿，我们家茉莉肯定比现在更优秀。哎，你过来，干嘛？过来。和面光知道吃嘛，干活。我怎么就白吃白喝了？
车呀？这怎么了？我这刚才一直等你，这开着空调，结果开锅了。嗨，你这敞篷车开什么空调啊？就是因为敞篷才开嘛，这真热呀，是中看不中用。哦，对了，那个我刚才啊跟我那老姐聊了几句，啊，你别说，这次还真挺难得。她说是保证要跟你和平共处啊。啊，其实这当长辈的最在乎的就是孩子，啊，这冷不丁的孩子一离开吧，这心里还空落落的。其实有些话您不说，我心里也明白。毕竟在一起住这么多年，也是有感情的。就是这离婚，他也不能离成仇人。其实大人怎么过都行，关键是孩子。咱们就是为了茉莉，还得能好好相处就好好相处呗。跟您说句心里话吧，其实我真觉得，我这婚离的有点着急了，没有顾及茉莉的感受。好在现在大家住得那么近，也能让茉莉慢慢适应。能这么想最好。我这说嘛，咱们天蓝聪明、美丽又大方，做事明白，做人更明白。您就别夸我了，我要真那么好，也不至于活成现在这样。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了，咱们重新翻篇儿啊！还是那句话，有困难找小舅，肯定比110及时有效。您放心吧，有事我一定找您。哎，您这车怎么办呀？没事，晾晾就行，老毛病。用不用给您打点水啊？哎，你好，帮我查个快递，Top Me 的刘展鹏。哦，好的，您稍等一下。好像是快到了。展鹏叔叔，展鹏叔叔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没有您的快递。啊，谢谢啊。小雨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放学啦。啊，放学了。现在才几点就放学了？最后一节是课外活动课，我不想上，所以请假了。行，我带你去找你别妈。别，我妈不知道，我想等放学后再上去找她。欧了，明白。真聪明。你能不能用脑子想一下？你有没有想象力？快！新一期的娱乐版不是很时尚，版式一般，谁做的？美编组的韩雪阳，上次不是跟他说了吗？让他调整一下，怎么还是这个样子？我是跟他说了呀，我还跟他说，您让他参照一下新的一期的艾拉呢。然后就调整成这个样子是吗？就知道应付谁呢？主编您先别生气，我现在就去让他调整。你别去了，给我吧，我直接跟他说，如果还是这个样子的话，就别干。小雨。Here， 这儿呢，快过来。怎么这儿了？嘘，快坐下。这儿安全。对，可不能让我妈发现了。有道理。哎，没有低糖的，凑合喝吧。那行，这也行。哎，对，茉莉是不是还生我的气呢？没有，你都向她道歉了，不生气。那我妈妈为什么说你以后再也没时间陪我打球了？她这么跟你说的？我想打电话问你，她没收了我的电话，还发了好大的脾气。没事儿，一会儿该教你还教你，放心吧。我妈妈是不是惹你生气了？如果是，我替她向你道歉。小伙子，没事儿啊。哎，杜主编好。杜主编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取快递。你肩膀怎么了？啊？没怎么，空调吹的脖子有点疼。没事，你忙去吧，忙去，我倒是上去了。
小雨，顾小雨，妈，起来了，没事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取快递。我问你呢，怎么在这儿？放了学就来找你了。可是现在这个时间应该是上课时间，怎么会放学呢？最后一节是课外活动，所以就提前来了。对，课外活动也应该在学校。我请假了。哎，对，请假了。请假了？你这分明就是逃课，还请假？没有，我就是请假了。还学会撒谎了你，还狡辩。要说撒谎也是你先撒谎。你说什么？你说展鹏叔叔没时间陪我打球，我问他了，他说有时间。是你先撒谎的。的确有时间的，就不能撒谎。你出来！我不。出来！这么多人来，你别吓着孩子。你快出来！包，书包。拿着书包到办公室等我。小雨，主任，你说，你孩子你何必呢？如果你还是因为上次我打球那事儿，真没必要啊，我没关系的。刘主任，我不让他打球，主要是想让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学习上，跟你没关系。放在学习上是对的。谢谢你了。你不能对孩子撒谎啊。喂，您好，我是智慧城市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HR 专员，您的辞职报告已经走完公司程序，请您于本周内尽快来办理一下离职手续。哎呀，你们真是太客气了。我们在会议室谈得好好的，还非要请我来这里喝咖啡。您看您说的，跟您这样尊贵的客户聊天，怎么可以就在会议室呢？林总监说的对呀，我们在这儿喝着咖啡，欣赏着阳光，看着江，轻轻松松就把这事儿给定了，这才配得上这么大一笔生意。还是你们讲究啊！这是必须的呀，这呀也是我们公司的文化呢。对待客户就应该是这样子的，对待客户应该把客户当做自己的客人、恩人、亲人一样对待，这样才能既谈好生意又处好朋友啊！您说是不是？不错不错。那设计方案暂时就这么定了，等回去以后我跟家里商量一下，再给你们答复。至于施工方面嘛，您觉得没问题吧？那肯定是没有问题。我们在这一行干了10多年了，靠的什么呀？口碑跟质量，这一点林总监最有发言权了。就是这样子的。他们公司呀，是我们丽景装饰最优秀的一支施工队伍呢，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。你们只要把设计项的小细节都给定下来，把工程交给他们，是一点点问题都没有的啦。我们公司啊，就在金融街。离这儿特别近，没事你就过去看看呗。哎呀，那可是 CBD 核心区啊，在那里办公可真有档次啊。现在做什么都讲究一个环境，尤其做我们这行更得注意形象，这样你才能放心。你说对吧？放心，不错。今天先这样，回去以后我们再联系。不错，年轻有为啊。秦总，希望我们可以合作。一定会的，美女。那我送送你啊。好好好，那再见啊。慢走。行啊，你这小嘴巴巴的，够能说的啊！什么你就 CBD， 什么你就金融街，你给我找办公室去啊！我也没说错呀，咱们不是有房车吗？房车开到哪儿就在哪儿办公，开到 CBD 那就在 CBD 办公啊。小车往那一停，开亏 SOHO。送你个头送！大
大海哥，你也不要生二奎的气了，他也就是为了办成这件事情嘛。再说了，现在的人就是这个样子的呀，你把自己说的越高端，他们就越相信的。你也是，你怎么就我就经验丰富了啊？那别说我们根本就没干过，你就跟人答应了，我这一点底都没有。怎么就没底啊？有我呢，你怕啥呀？就因为有你，我才没底呢。你看你刚才那样，跟猴似的，上蹿下跳。不是你这什么打扮你啊？你像干活的样吗？干活怎么了？干活就不能穿这身啊？干活也有权利追求潮流跟个性。人毕老爷说了，心有多大，舞台就有多大。我穿这身，那你大，是吧？你大，那老板你来当，那不行，还得大事还得你做主。我做得了主吗？啊，你看你们俩这个啊，指点江山，夫唱妇随的，你们这个啊。大海哥，我发觉你这个人啊，说起飞醋来真可爱，太可爱了。我刚才说什么？大海哥，你吃起飞醋来你真可爱。还吃酱油呢。你干啥去哥？我出去倒对不起。你别浪费，你帮我拿一下。张总，我刚去人事部办了离职手续，今天来公司呢，主要是想向您道个别。毕竟5年了，咱们也是同事一场，你说是不是？行了，这话我不爱听，别说的跟生死离别似的。郑平啊，以后我们不是同事，但是还可以做朋友。有什么要求，尽管开口。你呀，有的时候太冲动。对，我的确是有点冲动。我这个人你还不了解吗？认死理。我刚来公司那会儿，本来打算老死在这儿的，可是现在一出去，我才发现，外面的世界原来是这么的大。别说是总监了，就是总经理，那也是一抓一大把的。我突然明白了，你劝我的那句话：得失心别太重。你知道吗？这么几天，我就收到了5个总监的 offer， 就看我选哪个了。这说到底还是得谢谢您。我就说嘛，是金子到哪里都会发光。我从来就没有担心你郑平会找不到工作。哎，可惜了，方天是你一手做出来的项目，现在没有办法，我只好交给新的总监来接手。没问题，那有什么呀？我既然能做出1个方天项目，就能做出2个、3个。俗话说1回生2回熟，在做这样项目的时候，我就知道哪儿轻哪儿重，哪儿该多留个心眼儿，哪里该提防小人。我信。不过新上任的信托3部的总监，你认识？不是你这赶紧喝，喝完了我这还有事儿呢。着什么急呀？你看这咖啡，还有你那水，不喝就浪费了，就挺贵的。不是你喝你的，你还惦记我水干嘛？哥，你一说这话吧，我突然觉得你不时尚。现在什么最时尚，你知道吗？什么？节约。现在从上到下都在提倡构建节约型生活，这就嘴上说说就行了？那不行，那得从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、一言一行做起。这赵老师不是也唱了吗？是吧？你要是耍嘴，你是个棒槌。不是的，哪个赵老师还唱啊？赵丽蓉老师啊，那可是我最尊敬的老艺术家之一了。他的经典唱腔我还会很多啊。1杯你开胃，2杯肾不亏。我先走去啊，回来咱就走啊。哥，你快点啊！啊，你快点吧，你就别耽误了啊。明明是他自己吊着链子瞎指挥，还说我不明白他的意思。哎，就那些资料，我足足准备了1个多星期啊，他还要说看不懂。哎呀，
烦死了。那有什么办法啊？谁让人家是窦总监呢？得了吧，都不用说他跟郭总，就跟郑平那都没法比。哎，说实话，要是郑平当总监，那就好了。哦，对，你说郑平他为什么会突然辞职呢？不是说他会去接替郭总的位置吗？这你都不知道啊？我知道什么呀？恐怕全公司啊，就只有你和郑平不知道了。什么呀？快告诉我。小姐，你要的咖啡。看什么看？当我没听见，当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是不是？你又知道什么了？我什么都知道了。为什么是他？张辉，没礼貌，不是说了吗？在公司里叫张总。张总，丽丽，郑平给我们道个别。风吹吹就过了，话说说就算了，人笑笑就散了。我没事，只是假装强势。线松松就断了，路走走就远了，心想想就乱了。有心事都是过去的事。单身路上的孤单，怎么都走不完。想要一个人陪伴，真有这么难？想象中的那一天，一等多少年，都准备了多少遍，心甘情愿。荒废爱的天分，你不会一个人对一个人想一个人，而始终一个人守着爱的门。单身路上的孤单，怎么都走不完。想要一个人陪伴，真有这么难？想象中的那一天，一等多少年，都准备了多少遍，心甘情愿。守着爱的门，你不会一个人。看看身边的